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我们都听说有一些对健康有益的保健品，可能有很多人一直在坚持使用它们。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保持健康所必须的吗？如果你想保持健康，而不是变得肥胖或患病，那么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重新审视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许多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都严重紊乱，导致肠道方面的健康状况恶化。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电视等媒体报道的“肠活”这个词，似乎越来越少的人意识到肠内细菌的重要性。即使在我们的频道中介绍了各种书籍，多次强调了肠内细菌的重要性和调整肠内环境的必要性，但似乎重要性仍然被忽视。因此，我想在本期节目中，从健康角度来谈一谈肠道的重要性。我们将解释医生推荐的《不发胖、不生病的每日健康常规》这本非常有启发性的书籍。今天我将重点介绍我个人认为重要的内容，并对其进行解释。内容包括：一、构建我们健康的肠道细菌和短链脂肪酸；二、肠内细菌的多样性决定肠道健康；三、从今天就可以立即开始的健康习惯。我将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进行解释。首先是第一点，构建我们健康的肠道细菌和短链脂肪酸。过去20年里，对肠内环境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健康状况和患病风险与肠内细菌的活动息息相关。换句话说，我们的健康取决于肠内细菌的活跃程度。举例来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动脉硬化等疾病的人与健康人在肠内细菌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患病者肠内细菌中有益菌的乳酸菌比例发生显著变化。这种肠道环境的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由肠内细菌产生的对我们身体极为重要的短链脂肪酸的量明显减少。现在让我们来解释一下短链脂肪酸的概念。短链脂肪酸是指肠内细菌产生的乳酸、醋酸、丙酸等有益酸的总称。这些物质是在大肠内，肠内细菌处理食物纤维后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不仅被吸收用作能量，还具有抑制大肠黏膜炎症的作用。因此，如果短链脂肪酸的量减少，结肠内的炎症更容易持续，肠内环境可能会恶化。近年来，我们发现短链脂肪酸还具有许多其他重要功能，比如在大肠内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可以调节脑内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这些知识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神经传递物质对我们的精神起着重要作用，如稳定情绪、接近睡眠时间时将身体切换到休息模式的血清素，激发行动力和欲望的多巴胺，以及应对恐惧和兴奋时分泌的肾上腺素等。短链脂肪酸进入大脑，调节合成这些神经传递物质的酶的功能。为什么肠道产生的物质会参与脑内合成的物质呢？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需要了解大脑与肠内细菌之间的关系。比如，当我们在心情压抑或困扰时，不想去学校或公司时，或者情绪低落时，可能会出现腹痛或腹泻的情况。当大脑受到压力刺激时，会向肠道传递信息，引发这些症状。这种传递信息不是单向的，也会从肠道传递到大脑。这就是短链脂肪酸对神经传递物质的作用。如果肠道环境良好，短链脂肪酸就会充分产生，保持神经传递物质的正常水平，有助于调节大脑功能。相反，如果肠内细菌无法合成足够的短链脂肪酸，情绪就会变得不稳定。所以说，肠内细菌与大脑之间正在进行实时对话。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基础但重要的内容。为什么我们的肠道中会有这么多肠内细菌？很多人可能认为肠道只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严格来说，实际上有所不同。如果将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根竹子，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像竹子有入口和出口一样，食物从口进入肠道，从肛门排出，这是一个通向外部的管道。肠的主要任务是在食物流经这个通道时消化，
筛选并吸收水分和营养素，如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脂肪酸、营养素、矿物质、维生素等，并排泄不需要的成分。令人惊讶的是，肠道壁只有一层细胞构成，这个细胞薄薄一层，是为了从肠道流过的食物中充分吸收营养物质，保持体内的高效率。听起来确实很容易理解，但是仔细考虑后，我们的身体只有一层细胞来保护，这表明我们的身体结构非常脆弱。我们的身体与外部环境之间接触细胞的总表面积，相当于一个网球场的大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成分都混合在食物中，使得肠道成为我们身体最需要防御系统的地方。免疫系统的70%到80%位于肠道，免疫细胞在这里分布，有害物质如毒素、病原体、病毒、重金属等不会被吸收，而是被排出体外。肠内细菌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它们与免疫细胞共同工作，选择吸收或排除物质。免疫细胞能直接对抗异物，引发内部变化，从而消灭外部威胁。如果情况持续下去，肠道就会持续发炎，这时肠内细菌发挥作用。一些肠内细菌监测肠道情况，与抑制炎症的淋巴细胞交流，防止病态炎症继续发展。短链脂肪酸也在这里发挥作用，它是大肠内食物纤维处理后产生的物质。短链脂肪酸不仅可以抑制炎症，增强整体的防御系统，还能进行修复工作。因此，为什么我们的肠道需要肠内细菌就变得清晰了。肠内细菌存在且正常运作时，它们可以在需要时激活免疫系统，确保不会产生过度炎症，从而保护我们的身体。肠内细菌是我们生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存在。让我们梳理一下之前的讨论内容。肠内细菌和肠内细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在维持精神稳定和增强免疫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具有抑制肠道炎症等多种功能，从而对你的身体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肠内细菌和大脑之间一直在进行交流，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当压力引发胃肠道症状时，短链脂肪酸调节神经传递物质浓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肠道壁仅由一层细胞构成，使得体内营养更容易被吸收。因此，肠道是身体最需要加强防御系统的地方。肠道内布置了体内70%到80%的免疫系统和免疫细胞。尽管肠内细菌已经引起了关注，但短链脂肪酸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新名词。短链脂肪酸在维护肠道环境、免疫力和心理健康方面非常重要。短链脂肪酸是肠内细菌在处理食物纤维过程中产生的，也可以由不易消化的食物成分，如抗性淀粉生成。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多摄取含有原料食物纤维和抗性淀粉的食物就可以增加短链脂肪酸的产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即使短链脂肪酸产生充足，如果肠道环境失调导致功能下降和营养吸收不良，那么这一切也将毫无意义。未被吸收的短链脂肪酸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因此粪便中短链脂肪酸的含量可作为肠道环境恶化的指标。已经发现，短链脂肪酸排泄增多会导致肠内细菌多样性减少，不仅在肠道内，而且在整个身体中引发更高的炎症反应。但是自行检测短链脂肪酸的排出量并不容易，因此要注意的是粪便。实际上，如果粪便变软或者出现腹泻，就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含有较多短链脂肪酸的粪便可能会导致腹泻。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即使有点腹泻也比便秘好，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此。据说，经常腹泻的人可能肠道环境更差，粪便中短链脂肪酸浓度较高的人，肠内细菌中有害菌比例增加，可能会面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风险。常常遇到疾病或腹泻的人，为了健康考虑，强烈建议检查生活习惯。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第二点：肠内细菌的多样性决定肠道健康。
我们经常听到需要调整肠道环境的建议，但实际上，什么是理想的肠道环境呢？健康的肠道应该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肠内细菌，这种状态被称为肠内细菌多样性高，也代表着良好的肠道环境。那么，要创造这样的肠道环境，并提高短链脂肪酸等重要物质的吸收率，应该怎么做呢？其中一个答案是多样化饮食，尽量摄取多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当然，选择健康食材也很重要。但即使选择了健康的食材，如果饮食内容过于单一，只会增加某一种肠内细菌的数量。为了保持肠内细菌多样性，摄取多样化的食物非常重要。根据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1万人以上的研究数据，一周摄取30种以上蔬菜水果的人，其肠内细菌多样性较高，且有害菌较少。因此，与其持续食用相同的食物，不如努力摄取更多种类的食物。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一些在本书中推荐的有助于调整肠道环境的食物，可以积极地添加到饮食中。首先是富含有益菌的食物，比如大蒜、洋葱、芦笋、豆类、西兰花、菜花、鳄梨、香蕉等。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纤维和抗性淀粉，对维护健康非常重要。此外，蔬菜和水果中产生鲜艳颜色的色素中的多酚类核类胡萝卜素也是有益于肠内细菌的成分。积极摄取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必要的。其次，应积极添加传统的日本发酵食品，这些食品含有多种有益细菌，可以给肠道提供适度的刺激，比如味噌、纳豆、酱油等。这些发酵食品含有肠道所需的有益菌种，有助于保持肠内细菌多样性。每个人的肠道环境都因遗传和环境而异，所以不能仅仅因为每天吃酸奶或者服用保健品就认为自己的肠道就很健康。传统的日本饮食中，除了富含丰富的纤维外，还包括海藻、玉类、豆类、蔬菜、菌类等。这些食材自然地提供了食物纤维。采用主食、主菜、副菜均衡搭配的定时方式更为适宜。当然，改善肠道环境不仅仅依靠饮食，您的整体生活习惯也会对肠道环境产生影响，反之亦然。最新研究显示，睡眠质量与肠内细菌多样性存在明显关联。肠内细菌多样性高的人通常拥有更好的睡眠质量，而肠内细菌多样性低的人则常常夜间醒来，睡眠质量较差。因此，长期睡眠不足可能加速肠道环境恶化。现代生活中，由于轮班工作等原因，很多人的睡眠节律被打乱。虽然某些方面无法完全避免，但为了维持肠内细菌多样性和免疫力，以预防疾病，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至关重要。希望您能始终意识到这一点。在无法避免睡眠节律紊乱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可以部分弥补呢？当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尝试，通过改善入睡质量获得高质量的睡眠。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第3点，从今天就可以立即开始的健康习惯。让我们谈一些简单的方法，从改善入睡质量到获得高质量睡眠的技巧开始。本书推荐每天至少睡眠7小时以上。对于那些睡眠时间经常变化的人，尤其是最近开始这种工作的人，可能会遇到难以入睡、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不佳等问题。针对这些困扰，以及所有希望通过睡眠恢复精力并愉快地醒来的人，有一个简单的习惯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就是在睡前通过做10次深呼吸进行自主神经的重置。白天，交感神经处于主导地位，我们承受着各种兴奋、紧张等不同形式的压力。如果保持这种状态入睡，就会导致难以进入深度睡眠。因此，我们希望在入睡前有意识地使副交感神经占优势，这样就更容易进入睡眠状态。唯一一种有意识激活副交感神经的方法就是进行深呼吸。在睡前进行深呼吸，放松身心，然后进入深度睡眠，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另外，在睡前避免接触手机、电脑游戏等发出蓝光的设备。
或者利用薰衣草等芳香疗法，也是帮助获得舒适睡眠的有效习惯。希望您能尝试这些方法，因为优质的睡眠不仅有助于身体疲劳的恢复和大脑信息的整理，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减少各种疾病和感染的风险。相反，持续的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会增加这些风险。正如我们在前面第2点提到的，睡眠与肠内细菌的多样性密切相关。即使您通过健康饮食努力维持良好的健康，如果睡眠质量不佳，那么这些努力可能无法得到回报。因此，首先可以尝试每晚进行10次深呼吸，这是一个超级简单的习惯。希望您今晚就可以开始尝试。第2个习惯稍微有些难度，但效果很好，那就是实行每天12小时的间歇性进食。对于进食可能会有一些辛苦的印象，但间歇性进食不是这样的，而是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可以进食和不能进食的时间段。这是一种更温和的方法。首先将可进食时间和进食时间分别设定为12小时，最终的目标是将进食时间延长至16小时，可进食时间缩短至8小时。通过实践间歇性进食，可以获得哪些健康效果呢？我来简要谈一下。比如，假设你的生活方式如下：早上起床后立即吃早餐，中午正常进餐并在饭后吃零食，晚上睡前喝酒并吃点东西。如果你整天都在进食，你的胃肠会处于怎样的状态呢？首先，胃会持续进行消化活动，因为正常食物消化需要大约3到4小时，所以如果一天吃3顿饭，胃永远不会完全空闲下来。这其实是个问题。胃内没有空窗期，就意味着肠道内细菌有可能异常增殖，因此肠道内部会有类似机制，定期快速清理和排除废物，我们简称为 MMC 空腹期强收缩群。MMC 大约每90分钟发生一次，但前提是胃内需要处于空窗期状态，也就是说，一天吃3顿饭的话，白天无法启动这个机制，它只会在夜间，特别是晚餐完全消化后才会启动。但是如果你晚餐吃得很晚，或者晚上吃宵夜，睡眠时间很短，然后早上又吃早餐，你的 MMC 活动次数会大幅减少。这意味着每天应该发生的肠道清理工作就无法充分完成，肠道内部可能会变得混乱。为了调整肠道环境，有意识地延长进食时间至关重要，包括睡眠时间在内。通过这种间歇性进食方法，我们可以制定特定的进食和进食时间，以及合适的饮食内容。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间歇性进食法优缺点的观众，可以参考本频道的16小时进食法全面解析。这个视频对于那些觉得直接实行间歇性进食太难的人来说，也可以从其他更容易入手的习惯开始。一旦成功养成某种习惯并体验到健康效果，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要了解更多，并逐步进入下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最后一个习惯，那就是在早晨起床第一时间摄取水。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柠檬水。让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晨喝水很重要。当我们早晨起床时，身体已经失去了大量水分。在睡眠期间，我们通过汗水失去了超过300毫升的水分，还有尿液的生成，以及呼出的每一口气都会带走一些水分。虽然个体差异存在，但为了补充一夜中失去的水分，早晨摄取约500毫升的水是很好的。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增强健康效果，我强烈建议大家将摄取的水变成柠檬水。那么，什么是柠檬水呢？让我先分享一下制作方法。制作柠檬水非常简单，只需将500毫升的水加入以下3种成分：半个到1个柠檬，2大勺苹果醋，少量盐或海盐。每天早晨喝柠檬水时，最好备有这3种食材。接下来我会解释为什么柠檬水有益健康。你可能已经有柠檬对健康有益的印象了，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事实上，柠檬的健康益处已经得到科学证实。2011年的研究报告指出，柠檬汁可以抑制餐后血糖上升，
还有改善胃肠症状和修复肠漏等效果。所谓的肠漏是指肠道黏膜出现孔洞，使得异物进入血液循环。这通常是由于生活习惯、饮食不规律和压力等因素引起的。柠檬水可以保护胃肠免受各种不良影响。此外，动物实验也证实了柠檬中的类黄酮成分具有抗癌和抗病毒的效果。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虽然我们通常将柠檬与维生素 C 联系在一起，但除此之外，它还具有许多其他健康益处。这些益处足以让你每天都愿意摄取柠檬水吧。接下来可能会有人关心，用精制柠檬果汁制作柠檬水是否可行？很遗憾，精制柠檬果汁并不能提供新鲜柠檬所含的维生素 C、镁和其他多种植物营养素以及纤维等。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效果，每天早晨亲自榨取新鲜柠檬制作柠檬水是至关重要的。喝柠檬水不仅有助于调整胃肠功能，还能增强排毒效果。在一天的开始，喝一杯名为柠檬水的排毒饮品，不仅有益健康，还可以在美容方面带来喜人的变化。如果柠檬水准备不足，或者柠檬不适合口味的人，可以选择纯净水或者温水。重要的是确保身体充分补水，防止脱水。从明天早上开始，请务必尝试这个简单的习惯。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